徐先生您好，您定制的钻戒已经做好了，请您看一下。麻烦帮我包起来。好。雨晴，下午你有空吗？今天有爱心周活动，再开一个总结会我就回去了。我想约你去个地方。师傅还有多久啊？拐个弯就到了，很快的。谢谢啊。林姐，怎么了？现在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们先做术前准备，我到了就做手术。加了一台手术，今天的约会只能暂时取消了。没关系的，工作第一位。你下了手术跟我联系啊，想你。师傅掉头吧。啊，马上就要到了。不去了。啊，好吧。雨晴，你怎么来了？吵醒你了是不是啊？我没事啊。是张然和林杰让我进来的，他们说你做了10个小时的手术。我打了个盹儿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来，你坐，你坐。雨晴，对不起，今天又失约了。没有，我们俩不是说过了吗？工作第一位。恭喜你，又救了一个病人。有你的恭喜，我特别开心。我听张然告诉我，你今天本来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。啊，是。所以我等不及下一次约会了，我现在就要听。可这是手术更衣室。那又怎么了？我不在乎的。这。好。雨晴，我从没想过，一个成天在天上飞的人和一个成天窝在手术室的人会有如此的交集。遇到你之前，我没想过这辈子会结婚；遇到你之后，我认定这辈子非你不娶。30岁之后，我觉得单身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一个人也可以很幸福。直到遇到你，我才发现，原来2个人的幸福更甜蜜。一个人当然能够过得很好，但是2个人好好的过才最好。所以，遇到你是我认为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。
段雨晴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这一辈子，我们相互依伴，永不分离。我愿意。关叔叔、刘阿姨，我跟雨晴看好一套房，准备买下来当婚房。好。那天同一个小区呢，我们又看中一套特别适合年二老养老的房子，所以我们俩也想买下来，给你们养老用。啊？不，这哪成啊？我跟你妈都商量好了，我们就用退休金在外边租房子。是。关叔叔、刘阿姨，我们俩都商量好了，只有把你们的生活安排好，我们俩才能安心。不，你们不用惦记我们，把你们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了就行了。爸，你记住了，养儿不防老，养女儿才防老呢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听见没？好，对对对，那个这个你例外。没个，对对对，是清风例外，清风例外。关震雷真的是太讨厌了，昨天晚上就耍酒疯闹一宿，今天又这样，对不起啊。没有，他最近心情不好，可以理解。哎，要不咱们把婚礼往后拖一拖？我不，凭什么呀？我可不想什么事都让着他，依着他。你不会觉得我冷血吧？当然不会，我从来不赞同自我牺牲式的殉道者，自己过好了才能更好的爱别人嘛。哎，周3装修公司的人约了我，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一起去。哎，怎么办？我吃太多了，现在肚子里、胃里感觉都好撑好撑啊！谁让你那么贪心了？刚说完一人一半，你把剩下的肉串全给吃了。那好不容易你能答应我出来吃个串儿，我还不赶紧抓紧机会啊？谁知道下次是什么事？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的羡慕震雷，无论他有什么愿望，我怕一定能够去给他实现。你有什么愿望？我现在啊，我还能再有一个愿望吗？没问题。没有。我吃太多了，走不动了。来，上来。真的假的？累喽！对空间上的使用功能有没有什么特定的需求？装修的事儿都听他的。那女士呢，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？他特别爱看书，所以他需要一个大一点的书房。而且我觉得得要那个阳光最充足的那一间，并且他那些书架子一定要大一点、宽敞一些。因为他书特别多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书房。他需要一个健身的空间，要能放下跑步机、拳击沙袋，还有练核心力量的器械。您太太是模特吗？倒是有人请他拍广告，但是我们不去。得了吧。他是飞行员，民航的机长。嚯，女机长这么厉害！好厉害。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就是她老公。嗨，对对对，徐先生您继续。对，这是您本职工作。我希望厨房的空间可以大一点，要开放式的，这样在我做饭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看到它了。好，我还需要一面墙，
他满世界的飞，会拍很多的照片。我希望把这些照片都挂起来。OK， 没问题，照片墙。清风特意去给你们买了这个良品铺的综合果仁，爸妈你们每天一包要吃啊。清风就是孝顺，什么都想着我们。是，应该做的啊。对了，关叔、刘阿姨，我们的婚房设计差不多了，下周就可以进场装修了。嚯，太好了！那个，你们都忙，现在宝也好多了。不行的话，我过去给你们监工吧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我也去。谢谢叔叔阿姨，谢谢爸。哦，对了，哎，这什么啊？这个你们看看呗，就是给你们设计的那个房子，1楼的院儿还挺大的。哎呦，这院子好大呀，好敞亮。嚯，刘阿姨，雨晴知道您喜欢种花种草，所以特意选了个院子大的。哎呀，真是。这么大的院子，可是能种不少花草呢。以后我可有事儿干了。是。哎，关叔叔，那个小区啊，空地儿大，您可以玩无人机。那个小区还有健身房，周边有医院、超市，还有银行，很方便。嘿，这配套真全还啊！真好，真好。清风特意给你们设计的是那个智能家居，到时候窗帘啊、空调、冰箱、灯什么的，拿手机就可以远程操控，而且半夜起来你们起夜的时候再不用摸黑找灯了，走哪亮哪。哎呦，我就爱鼓捣这玩意儿。你得教我，我可不行。这个，哟，这是钢琴吗？妈。妈，我记得你在幼儿园上班的时候，你特别喜欢弹钢琴嘛。这下在家里就给你买了一个，你可以把你的喜好再拾起来。哎呀，你看，这老了，还以为这辈子都弹不了琴了呢。哎呀，真是跟着女儿女婿享福了啊！叔叔阿姨，这房子的设计啊，雨晴都是按照你们的喜好为标准的。哦，那个智能家居都是清风的主意。他说，简单易操作，适合老年人。那个甭管是谁的主意了啊，我觉得咱们都是沾了儿女们的光了，我们得好好谢谢你们，谢谢啊！谢谢。我们应该做的。哎，对，来，咱们一块儿吃这个良品铺子吧，一块儿吃，一起健康，是吧？哎，瞅你高兴的。嚯！那个，雨晴啊，这个事儿能不能先缓一缓？哎，爸，我可都喝完了，你怎么还缓一缓？你平时不是挺能喝酒的吗？哦，不，我不是说喝酒，爸爸是说，你结婚的事儿，能不能先缓一缓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对，你跟清风接触的时间也不长，那么着急结婚干嘛呀？再多谈一段时间恋爱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担心什么呀？那之前你不是也觉得他挺靠谱、挺好的吗？是。爸，是你的意思吗？啊，是我的意思啊。哎，你别想多了啊，那个跟宝没关系。宝他没闹，真是我的意思啊。哎呀，我说怎么好端端的请我吃饭，合着今天是鸿门宴呗？可是爸，那你告诉我，你说缓一缓是多长时间啊？应该不会太久吧？不会太久是多久啊？需要等到你的宝长大、懂事、成熟了，才能让我结婚啊？不是，那万一你的宝永远都这样，那我还不嫁人了？不是，雨晴，咱们想问题别那么极端好不好？爸，你宠儿子能不能有点底线呀？是我极端吗？好，我承认，我这么提要求啊，对你来说是有点过分了。可是，你弟弟现在这样，你又不是没看见，对不对？他是真爱贝贝。贝贝在他眼里边那就是他的命啊，是吧？你想，他离了，这个时候你热热闹闹在这边办婚礼，你弟弟他受得了吗？对吧？也不是说不让你结婚，
咱先缓一段，好不好？我要是不同意怎么办？早结晚结都是结，推迟一阵又怎么了呢？再说了，这清风那人品好啊，他呀看上的人肯定不会变卦的。就替你弟弟想想，让他喘口气儿。咱们再缓一段，好吧？清风人品好，所以就得让啊，你就欺负他呀。我好说话，你就欺负我，是不是？一个离婚，一个结婚，这本来就是两码事，为什么非得绑在一起啊？不是，你看你弟弟现在这个样，哇，你是真看不见的，还是假装看不见？他什么样了？他现在一见着那成双成对的东西，他就想起贝贝来，想起贝贝，他当时就能嚎出来。你说你是他亲姐姐，你这个婚礼对他能没有影响吗？现在咱们不帮他不救他，他这辈子就毁了他。爸，你这左一个宝右一个宝的，我就想知道，在你心里边我算什么呀？你这么爱他，你不爱我，你生我养我干什么呀？你说的什么话呀？这是，啊，不，咱们在这说怎么帮助你弟弟呢？你扯着没用的干什么呀？真的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他，无论他闯多大的祸，无论他什么样，你都那么爱他，你爱过我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哦，你是说我不爱你是吗？你爱过我吗？我怎么不？从小到大，你说是哪一点儿，我对不起你？爸，我就问你，如果我和他同时做手术，医生说只能救一个，你救谁啊？我要救儿子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知道了从来都不说呀？我想说呀。你每次优先考虑他的感受，不考虑我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；每次他不管多无理取闹，你都偏向他的时候，我想说；你每一次他管我要房、要钱、要车的时候，你在旁边煽风点火，我都想说。我就想问你一句：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要这样不停地压榨一个你已经放弃掉的女儿？但爸，我能说吗？我真的能说吗？我能控诉一个早就已经放弃掉我、根本不管我死活的父亲吗？我能吗？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特别的傻。其实，在你那个时候决定抛弃我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做这个决定。什么决定？爸，最后一声叫你爸。喝了这杯酒，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。你说什么呢？雨晴，雨晴！
吃点东西吧。我治好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想哭就哭出来，你就当我不存在。明天要带你去个地方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住在这儿的这位老先生是我医学院的一位老师，是国内著名的心理学家。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雨晴，你的工作是高强度岗位，身体素质重要，精神状态同样重要，这关系到你每一次的飞行是不是都能拿出最佳状态。咱们试试看，不舒服我们就走。清风。郭老师，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我的女朋友关雨晴。哦，您好，老师。欢迎，请坐。知道今天有贵客登门，我也知道二位在外头工作繁忙，身心疲累，我特意燃了其难。谢谢郭老师。请用茶。这个茶好香啊！很欢迎啊，你能到我家里来做客。其实，这就是放松身心的第一步。不要紧张，我们就随便聊一聊啊。能够承认自己有心理焦虑的人，比那些拒绝承认的人啊，容易治愈得多。清风，
帮助雨晴做出一个最放松自我的姿势，好吗？雨晴，躺在这儿，没事儿。好，请你闭上双眼，非常好。雨晴，你现在可以把你身边的人当作是你的父亲。把身边的人当作父亲。你可以要求父亲做任何事，有什么心里话，也可以对他说。爸，孩子，我想告诉你，那天吃火锅的时候，我心里有多开心，可以单独和爸爸吃饭，而且还记着我最爱吃什么，我就觉得爸是关心我的，我心里可美了。我以为会是美好的结局，没想到却是痛苦的开始。你又一次为了你的宝儿给我当头一棒，我和清风能走到今天，经历了多少，您不是不知道。现在，在我最需要您的时候，你却再一次把我抛弃了。我的心有多冷，多疼，多冷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你是又要想跟我说这雷年纪小不懂事，所以应该得到更多的关心和爱护。可是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我觉得两个孩子对你来说是一样疼爱的。我也是你的孩子，你不要我。孩子，你需要你的父亲怎么做呢？爸，能跟我道个歉吗？孩子，爸爸这件事做错了，爸爸向你道歉。你还有什么话对爸爸说吗？爸，
也许你觉得我很幼稚，很好笑，但是我真的好想，我好想你能够抱抱我，然后跟我说一句，3个孩子里面，你是最爱我的。雨晴，我的女儿，在我的3个孩子当中，你是最优秀的。爸爸最爱的孩子是你。雨晴一会儿来，我们俩是有件事儿要跟您说。我们俩决定结婚了，婚庆公司已经定好了，婚房也下场装修了。好，结婚，那个，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，挺好的。谢谢妈。哎呀，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想明白了，妈妈支持你跟雨晴结婚，支持。其实这么多年我就盼着你，哎呀，早一点结婚，早点娶妻生子，早点建个自己的家庭，早点多一个人照顾你。可是你，哎呦，现在一说结婚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妈，人总要长大的，对吧？是的。来了，进来，妈，雨晴来了。阿姨，雨晴你来啦？对呀，我刚从沈阳飞回来，给您带了好吃的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哎呀，来，快坐，雨晴快坐，来坐，哎，坐下。阿姨，你都瘦了。没有。我刚才听清风跟我说你们要结婚了。阿姨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他、照顾他，我们会很幸福的。好。
我祝你们幸福。谢谢阿姨。谢谢妈。阿姨，你不许哭。我高兴。我的差不多了，你的呢？高院长也去啊？嗯，那你妈同意了？暂时还没有。那等我们婚礼那天，如果高院长来了，那你妈的心态不是就崩了吗？他自己跟我说的，他会搞定啊。哎呀，高院长想当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可是你妈怎么滴水不漏，一点机会都不给啊？哎，你都写完了吗？没差谁啊？你爸和郑雷呢？我们家我妈和我姐来就行了，他们不用来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特别不好啊？也不是，你刚才那么看着我干嘛？我不会劝你委屈自己去包容谁，但我希望你做的决定都能给自己带来正面的情绪。如果你觉得跟你爸和郑雷彻底不来往，能让你放下包袱，重获快乐，那我一定无条件的支持。但是如果只是一时的赌气，事后反而让自己心事更重，那我觉得这个决定就不值得。你说呢？睡觉。哎呀，最近这段时间难得你妈没有跟着，我都有点不适应。可不是吗？我们的房子装修的怎么样了？装完了，但是暂时不能住，还得通风。多久啊？起码3、4个月吧，最好放半年。那些家具呢？都到了，过2天工人就来安装了，软装也到了。宾客名单怎么样啊？定好了。那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呀？忘什么了？我们2个人在这儿热火朝天的准备婚礼，但某些人也没有提什么时候领证。着急啦？我不着急，我就是看不惯。哎呀，我就是看不惯有人放错重点。妈，本来就是嘛。这个地方是许愿池。什么许愿池？我告诉你，一般这样啊，就是商场骗那些年轻人的，刺激消费。这是属于我们俩的童话故事，所以一定会成功的。那天我本来在这儿要向我的公主求婚，但是我失约了。今天我要郑重的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徐清风承诺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。交给我，放心。
说，他们俩会不会在约会啊？很有这个可能哎。虎子无犬父，我爸本来就是个行动派，这会儿他要是发起总攻，我妈还有点失手了。那你是不是行动派啊？不是说了吗？我是虎子。那今天家里也没人，要不然上我那儿去？不是说了吗？家里没人，为什么去你那儿啊？那万一待会儿你妈回来多不尽兴啊！有道理，走啊！听你的。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行不行你不知道啊？行，你快点儿。这事儿快得了吗？磨叽。让你看看我的实力。行。哎，打了。再讲。哇！你不让我一下？啊呀，让，再来啊！你妈这一大早又上哪儿去了？她说上课去了。7点就上课呀？你说她要真跟我爸谈恋爱，我不反对，但是她要因为谈恋爱而逃学，到了期末咱俩有脸去开家长会吗？反正你去我不去。你不在群里给她签字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不过，你妈要真的谈恋爱了，我还挺高兴的。你看她现在每天美滋滋的、乐呵呵的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看我的眼神都温柔多了，多好啊！这倒是。你不会就喜欢她管着你吧？对呀，我妈终于把我放养了。哎，像不像我妈那个？你妈这样的，我不管了。吃面啦！来了，吃面喽！来，来，我盛。我盛。来，盛面。哦，来。一样，大家坐下吧，哎呀，真是一碗面就看出大家的心意了。吃。你吃啊？你怎么不吃啊？我看你们坐在一起吃，我就高兴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没给你倒老陈醋。哎呦，我不要了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给我醋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知道你爱吃醋嘛。哎呀，高兴啊！终于回家了，再吃这碗面，真是吃出了酸甜苦辣的味道啊！我也是。哎呀，这一辈子哈，绕了这么大一圈子，一家人总算坐在一起了，我觉得真好。不许哭，不，爸妈，恭喜你们！恭喜你们，真的特别幸福，可好了！恭喜我们，还得恭喜你们俩呢！恭喜！哎，我们拍张照片吧！好，来！哎，你先过去，一家3口，快来！好，来，过来，儿子。1、2、3，好，来，咱们4个，来，一起，哎，拿着这个来，吃面，来，3、2、1，吃面。结婚誓言，我们自愿结为夫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，上孝父母，下教子女，互敬互爱，互信互勉，互谅互让，相濡以沫，钟爱一生。今后
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无论富有还是贫穷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青春还是年老，我们要坚守今天的誓言。我们一定能够坚守今天的誓言。宣誓人徐秀兰、高建玲，宣誓人徐清风，宣誓人关雨晴。好了，震雷没事吧？你知道吗？我看到关震雷那个样子，我真的，我特别心疼。我觉得我以前对他太不好了，我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方式对待他，去爱他呢？他是我弟弟啊！好了，雨晴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。你在笑话我吗？没有。那是因为我知道背后有你啊，我才能这个样子。谢谢你这么信任我。好了，好了。不许看！哎呀，我看看。不行。哎呀，哭也这么美啊！哎，快把衣服穿上。我们等会儿震雷，送他回家。谢谢。鼻子都红了。讨厌，丑，好丑！不许笑话我。笑话。好丑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放心你啊。震雷，一姐担心你，非要送你回家。姐，没什么，妹妹现在怀孕了，在安联医院。你们有没有认识的人可以帮我照顾一下？那儿妇产科的主任是我的师姐，我联系好了，打电话告诉你。上车吧。姐夫。哎，谢谢你，没该做的。姐，我错了。臭傻子！上车。哎。那我回去了哈。今天谢谢你帮郑雷找医生，而且因为你，他现在改变还挺大的，我觉得他特别好。谢我，光用嘴说啊。好了吧？不够。今天别走了。干嘛呀？住在这儿啊。我们俩现在已经是合法夫妻了。没娶我过门前，得忍着。一直忍着。今天不想忍了。为什么呀？权威医生告诉你，忍着不好。忙着工作就能担着自己，就能遇见你，将一切
等待都有了意义。大银河系小到显微镜，怎样的几率有两个人能彼此吸引？一个不经意，我已准备好了去场面的爱情。金峰，你看贴这好不好呀？雨晴啊，啊，你来一下。干嘛？怎么了？雨晴，妈，我丈母娘前2天来找过我，他找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跟你说呢。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呗。当年那场车祸，你关叔叔就为雨晴抽了600cc 的血。你是大夫，你知道这对老关意味着什么？是，老关太宠郑美，但是在老关心里，不是没有雨晴这个女儿。我妈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也去找过爸，他说那件事儿他会愧疚一辈子。他也没想过，因为给你献过血就能换得你的原谅，还特别跟我强调，千万别跟你说。高院长，恭喜恭喜！恭喜啊！哎，小李，赶紧跟小王啊，抓紧时间把婚办。哎，你好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关小姐的一位老板和太太。Nice to meet you。见到你很高兴。好，多谢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嘿，这导航怎么回事啊？手机欠费了？怎么没信号了呀？不能啊，我昨天刚充的呀。快点，赶紧修啊！办轻点，吓我一跳，我这不弄着呢吗？哎，你这怂孩子，你是不是诚心今天不让我去啊？爸，我在你心里就这么坏啊？啊，这走半道上导航坏了，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？再说您刚不去吗？现在火急火燎。你甭跟我废话。开这段时间网约车了，没有这导航，你还不认道了呢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关人雷，今天要迟到了，饶不了你！你怎么这么凶啊，爸？别打了啊，把我打傻了，咱俩谁也别去。打你怎么着？打你怎么着？打你怎么着？好了，快赶紧的！关小姐，咱们还等吗？我爸一定会来的。我们没俩胆吧？姐，你今天真漂亮。你穿的人模狗样的，也挺帅的。祝福你。姐，其实，在你公寓楼的时候，爸就已经来了。
真漂亮。发给我那个微信，我收着了。收到了，怎么还迟到啊？我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能上点心啊？晴啊，爸做的不够好，从小到大，爸一直对你都不够好。我这一辈子觉得最亏欠的人，最对不起的人，就是你。原谅爸爸，好吧？爸。爸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别这么说，闺女。请求原谅应该是爸。过去的事儿，咱们一块儿挂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闺女。好了，这大喜的日子啊！完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是不是不好看啊？好看，哎呦，闺女好看，好。哎，来，给您戴上。好。哎，行啊。今天也特别帅。啊，是吧？谢谢。爸，哎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应该是走了。走了。嗯。行，这个片子，爸爸忒笨了，剪了2个多星期，才弄成现在这样。来，晴芳，今天我就把玉晴交给你了。今后你要好好的宠她、爱她、疼她、护她，这是一个老父亲对你的托付。爸，您放心，您说的这些，我一定做到。可对雨晴的宠爱，您必须跟我一起。好。去年夏天恋爱的
踪影。大银河系，小岛显微镜，怎样的几率有2个人能彼此吸引？一个不经意，我已准备好了去场面的爱情。牵你的手看一场电影，好酷的台词，仿佛都带着阴雨，追着我问好多问题。比如说，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你那么具体，在瞳孔倒影，看见就意味着确定。大到光年，小到1厘米，慢慢的靠近，拉着我们到时光机里，一起将憧憬牵手走成回忆，是你什么都相信。截至1月22号24点，国家卫健委收到国内25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。我看到新闻上说，有医护人员被感染，会不会很危险啊？武汉的同行一直在一线连轴转，身体疲惫，免疫力下降，确实有被感染的风险。但你放心，我们医院一定会做好防护工作，我也会保护好自己。到时候等通知一下来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，知道吗？如果你真的被选上了，那你到那边去，好好工作，不用担心我。家这边呢，我也会好好的照顾爸妈。我老婆真好。舍不得你走。不会有事儿的啊。雨晴，妈，哎，雨晴做的汤圆儿哦。哎呦，我先坐下。今天啊，我们先提前吃汤圆儿，等清风回来了之后，咱们再吃团圆饭。我们提前吃团圆饭。好，多吃几个啊，吃得个圆圆满满啊！来，圆圆满满。雁西医院抗击疫情，医疗救援队全体成员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我希望大家敬畏生命，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敢啃最硬的骨头，有一条最重的担子，要救助病患，也要注重自身的安全。无论何时何地，记住。你们是雁西人，雁西医院每一个医护人员等你们回家，一个也不能少。期盼你们凯旋归来，于是我们再凯歌同庆。是。我宣誓，勇于担当，勇于担当，不辱使命。不辱使命，敢打必胜，敢打必胜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。准备出发。
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接下来本次航班的机长将为您送上临行致辞。各位旅客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关雨晴。欢迎你们搭乘亚星栋梁91次航班，由北京飞往武汉。本次航班起飞时间为14点10分，预计飞行时间为2小时20分，飞行距离为1157公里。此次我代表亚星航空向各位支援武汉的英雄们致敬，向每一位奔赴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致敬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们亚星航空将送给各位一套不限目的地的免费往返机票。在这个阖家团聚的日子里，各位告别亲人，奔赴疫区。